一个人。老头子终于咽气了，动手！小叔，你干什么？爷爷刚刚才走。滚出来！这里没你这野种豪骚的份儿！让开！我要陪着爷爷。好什么好？你不过是老头子捡回来的一条狗，现在你的护身符死了，你的好日子也到头了。老头昏了头，遗嘱里竟然分了你1/4的遗产，现在立刻签了这份自愿放弃遗产同意书。你们也配叫亲生骨肉？爷爷病危，是我没日没夜守在床前，你们却只知喜乐。爷爷咽气前最后1秒，你们都不看一眼，满脑子只有家产。闭嘴！你一个没人要的野种，也配教育我们？我数3个数，不签字，明天老头子的葬礼，你连他的骨灰盒都别想看一眼。好，我签。丧事办完了，你签字的弃权书我已经找人公证了。从今天起，苏氏集团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老头子没了，你的保护伞已经破了，滚得越远越好。丫头，跟我走，以后你就跟我姓苏。念丫头，记住了，算盘里的不是烂木头，是咱们苏家白手起家的风骨，更是惩治白眼狼的利刃。惩治白眼狼的利刃。爷爷早就料到大伯他们会为了遗产撕破脸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算盘。这是爷爷留给我的信。念丫头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不在了。建国他们贪婪，我若将集团直接交给你，你必遭他们毒手。所以他们不知道苏氏集团52%的绝对控砍权，我留给了你，就在这个陪我几十年的旧算账中。东西就在算珠里，遇事可以找苏氏集团的董事林叔，他是唯一可信的人。大伯、二姑，你们亲手砸下的，是你们自己的催命符。苏女士，这是您个人的绝密空间，没有您的指纹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我在此等候。52%的绝对控股权，大伯，你们为了遗产像疯狗一样撕咬，却不知道爷爷把整个集团全交给了我。这是大伯找疯了的集团最高决策私章。既然你们这么高高在上，我倒要看看，当一只你们眼里的蝼蚁击垮你们时，你们会是什么表情？苏氏集团在我的带领下，今年将实现全面腾飞。现在拿着股权杀进去，只会打草惊蛇。他们在集团内部安插的毒瘤太多，必须从根部一点一点全部挖出来。苏氏集团人事部，哪位？您好，我看到公司财务部在招实习助理，我想来应聘。就那个1个月2000块，没人愿意干的打杂岗，你确定？今天下来这简历直接过来试岗吧。小叔，既然你管着财务部，那第一刀就先从你开窄吧。
哟，这不是我们苏家赶出去的那个乞丐吗？怎么跑这儿来要饭了？原来是被赶出去的。保安呢？我是按正规流程录取的财务部实习生。实习生1个月3000块那种打杂的。二姑教训的是，脏东西我会清理干净的。这野种还敢来！去，把仓库里过去5年所有作废的、发霉的烂账全给他搬过来。苏念，你不是要实习吗？今天下班前把这些烂账全给我核对明白，对不完，明天就给我滚蛋。5年烂账，整个部门看1个月都看不完，这就是故意整人啊！小叔啊，小叔，你这可是主动把死穴送到了我手上。5年来，通过各种虚假名目挪用公款近3个亿，单凭这就足够让小叔你坐牢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你找死啊！这可是林总的车。哪儿来的小丫头？赶出去！林董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老林，认准这个记号，等我孙女拿着它来找你。你是？爷爷让我来找您，林叔。小姐，你终于来了，快上车。小姐，既然您手里握着52%的绝对控股权，我们明天就去召开最高级别董事会，把苏建国的那个畜生赶下梅。我林振廷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把您扶上董事长的位置。不，现在进去，我只不过是一个随时会被架空的活靶子。林叔，大伯他们在集团苦心经营了10年，从财务、风控到业务线，全都是他们的死忠亲信。我就算靠股权强行上位，他们也能立刻联合起来做空公司，到时候留给我的只会是一个空壳死局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您在董事会继续装作被打压的软弱元老，而我就从集团最底层开始，我要把他们的羽翼连根拔起。我明白了，小姐，我们第一步先对付谁？小叔苏建业。苏念，你昨天没对完账对吧？按公司规矩，现在立刻给我收拾东西滚蛋！小叔，谁说我没对完？这5年一共215笔废账，全在这里。想随便糊弄过去？保安，把这个满嘴大话的实习生给我赶出去！住手！都给我放开！王总监，我处理一个底层的实习生，你管什么闲事？林董亲自下的特批令，即日起将实习生苏念破格提拔调入集团核心项目组。小叔，看来我暂时走不了了。一个实习生凭什么空降核心组？林董是老糊涂了。苏念，别以为有林振廷给你撑腰，你就能怎么样？他不过是拿你当个恶心我的工具罢了。大伯有何指教？今晚集团要招待万城集团的王总，你晚上过来负责端茶倒水。好啊。王总，您看我们这服务员怎么样？他可是我们苏家以前收养的野种，天生就是伺候人的贱命。哎呦，苏家还藏着这么水灵的丫头！来来来，给我倒杯酒。哎呀，王总，我突然想起来外面还有点手续要办，让这丫头在这儿好好陪您喝几杯。今晚只要你好好伺候，你们苏家的合同我立马签。你还敢躲？王总，您刚才的话我可都录下来了。
不知道这话要是传到您夫人耳朵里，您这总裁的位置还保不保得住？你怎么知道？算算时间，我半小时前发出去的匿名短信，这会儿也该起效了。苏建国，你敢背着我给我老公拉皮条？给我把门砸开！苏氏集团是吧？明天的合同全部作废，我让你们1分钱都赚不到！给我查，到底是谁走漏的风声？万盛集团取消了所有合作，3个亿的利润就这么飞了，这责任谁来负？大哥，这事儿不怪您啊，都怪苏念，他故意诱惑王总，王总夫人这才大发雷霆取消合作。原来是这个不知廉耻的野种，立刻拟一份处罚通报，让他赔偿公司损失，不然就送他去坐牢。天哪，3个亿，把他骂了都赔不起啊！苏念，集团限你今天下午下班前交出赔偿金，否则法务部直接报警。3个亿的窟窿，大伯就这么急着让我来填，真当法律是他们写的？林叔，可以开始了。苏念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因为你的过失导致集团损失3亿，赔不起就准备坐牢吧。只要你在这上面签了字，承认一切是你个人行为，苏家可以发慈悲，让你下半辈子做牛做马还差。大伯，你们一定要逼死我吗？少废话，快签！这份认罪书他不能签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财务部内部纪律问询。问询恐怕是你们掩盖罪证的现场吧？关于万盛集团解约一事，审计部已查明真相，责任人根本不是苏念。大伯，小叔，看来这字签不下去了。你少胡说八道，证据确凿，就是他。证据确实确凿，这是小叔你在过去5年里先后18次挪用公款，通过王总的万盛集团进行洗钱的流水的记录。是你提议把我送王总手上，想谈成合作，抵高你今年的亏空，对吧？畜生！我让你管财务，你居然敢监守自盗，还敢栽赃给别人，我苏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大哥，从现在起，撤销苏建业财务总监职务，降为后勤部组长，所有非法所得限期归还，否则直接法办。苏念，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大伯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给我找几个道上的，去城南那个破旧出租屋守着。既然他不听话，就给他点教训。大哥说了，等那妮儿一回来，先断他一条腿，再把他那张漂亮的脸蛋划花。怎么回事？谁报的警？他人呢？有集团股份分红。大伯，你以为我还会住在那个会被你随意拿捏的贫民窟里吗？苏春花旗下的美容连锁机构最近在大肆吸纳会员金，现金流看起来很正奢。大伯已经丢了左膀，二姑，那你这只右臂，我也不客气的收下。这个，还有那个鳄鱼皮的，全给我包起来。苏太太真是大手笔，这几只包加起来得小200万呢。这点小钱算什么？刷卡。苏太太，您的卡提示被冻结了。放屁！我卡里有几千万现金流，换这张。哎呦，苏太太这小钱怕是掏不出来了哦。看什么看？一定是你们店的机器坏了。老三，你到底在财务部搞什么鬼？我名下3个美容院的账户怎么全被冻结了？二姐，你别急，我用超级密码查一下。二姐，
你的账户不是银行冻结的，是集团内部系统锁死的，对方行使了股东一票否决权。股东一票否决？除了苏建国那个王八蛋，整个集团谁还有这个权限？苏建国，你这个过河拆桥的畜生，你想独吞家产是不是？苏春华，你发什么疯？保安呢？你还敢叫保安？你偷偷冻结我所有的现金流，想把我往死里逼，我跟你拼了！老子连自己的窟窿都没补上，谁有空管你的账？大股东权限除了你还有谁？你敢做不敢当？这招借刀杀人真是绝了，他们做梦都想不到那部分被老董事长隐藏的股东权限在你手里。别闹了，西郊填海造陆的100亿竞标案下周就启动，只要拿下这个大单，集团利润翻倍，赚的钱我们平分。100亿利润，这块肥肉恐怕你们的牙口吃不下了。西郊竞标案是集团的关键项目，从今天起，所有核心数据由我亲自掌管。底价模型已经锁死在独立服务器里，没有我的双重密码，任何人敢靠近，直接按商业间谍罪移交警方。小姐，苏建国这次防备太严了，双重密码，如果我们拿不到竞标底价，就没办法在竞标会上狙击他。正面硬抢当然不行，密码这种东西只能让他自己心甘情愿地交出来。他怎么可能自己交出来？他不会，但他身边那些贪婪又愚蠢的人会帮我们。我拍到了，我就说你怎么可能斗得过大哥？原来是你这个老东西背后递刀子。好啊，苏念、林振廷，这下你们死定了。小叔，你以为你抓住了我的把柄，其实你只是咬住了我抛给你的死饵。明天集团所有员工都会知道集团董事潜规则女员工的事情，你们俩等着身败名裂吧。小叔，不要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算你识相。我在财务部还留有一笔账，准备查。今晚你用林振廷的权限进机方，用我的旧账号登录，把那笔账给我抹平了。动主机数据被发现我就全完了。你不干，我现在就让你玩。今晚8点必须搞定。蠢货，正愁怎么突破大伯的系统防火墙，你倒是把自己的权限账号主动送上门了。底价拿走了，总得给你留点辛苦费。5000万海外汇款，买断你们兄弟最后的情分。建业，这把我们把账上现金全部清空，只要拿下，苏家就能跃升江城首富。大哥，这叫破釜沉舟，必定马到成功。下面公布本次西郊100亿项目苏氏集团的最终报价85亿。85亿！苏总这是要把利润吃得一点不剩啊！算得太准了。如果没人出价更高，那么我宣布，本次中标者是……等等，星源资本出价85亿01万，只多1万，这绝对是底价被彻底看穿了，这是往死里狙击啊！不可能，我的底价藏在独立服务器里，星源资本是个什么东西？是谁出卖了我？苏董，查清楚了，昨晚8点，苏建业总监的旧账号登录，进入核心系统，下载了底价模型。大哥。不是我，是苏念。昨晚我逼他用我的账号去屏障的，肯定是他偷的底价。就凭他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大哥，你信我，我绝对没卖底价。他跟苏董，我们还截获到昨晚8点05分，苏建业总监的海外秘密账户里，刚好收到了一笔5000万的匿名回款，账号是你的，时间对得上，赃款也到了你的账上，你还敢说你没卖？几十个亿被套牢，我明天就要破产。你连亲哥的钱都敢吞，大哥，我是冤枉的呀！苏建国，你这个过河拆桥的混蛋，你让我背黑锅，断了我的财路，我不会放过你！滚出去，少在这看我笑话！小叔，我是来给你送药的。大伯他疯了，他现在见谁咬谁。小叔，你赶紧跑吧！我今早在总裁办听到，大伯为了填补竞标失败的窟窿，打算明天提取什么死期备用金。那笔钱的密钥不是一直在保险柜里吗？大伯昨晚好像已经拿到密钥了。大哥，你不仁就休怪我不义。这笔钱就算我苏建业的分家费，我拿了钱去国外，看你明天拿什么填窟窿！
全给我去筹钱，找银行求爷爷告奶奶，也得把这周的窟窿把上。实在不行，把集团账户里那笔2亿备用金给我提出来。大哥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大家也是尽力了，您冲我们发火有什么用？你们还是先不用考虑筹钱的问题了。林振廷，你带着警察来干什么？哼哼，我作为集团股东，举报公司高层涉嫌职务侵占，恶意挪用巨额公款。警察同志，就是他。苏建业，经查实，你于昨晚12点非法将集团2亿备用金转移至你的海外私人账户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。2亿备用金，那可是集团的救命钱，他只是想操控集团跑路啊！有什么资格打我？之前我给你背了多少黑锅，做了多少笔烂账？胡说八道！同志，快把他带走！大伯，断掉你的右臂只是开胃菜，好戏还在后头。2亿，建业转走的那2亿必须马上补上。春华，把你手里的股份拿去抵押，先救集团。凭什么？他闯的祸，凭什么要我掏钱？我那些可是养老钱。集团要是破产了，你连买包的钱都没有。明天早上必须看到钱。老板，城南那块300亩的慈善地皮，市值10个亿，我现在只要3个亿现金，马上签合同过户。这可是苏家老爷子当年做慈善的保留地，手续我全包，只要今天钱到账。二姑啊，二姑，用爷爷留下的慈善地皮换你自己的保命钱，那我就送你一程。签字，钱从兴源资本走。地皮到手，下一步该点火了。苏姐真是好手段，苏氏集团现在风雨飘摇，您居然还能拿到3个亿的资金。就是，到时候去国外享清福，哪管国内洪水滔天呢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嘛。等明天尾款一到，我立马包机走人。材料都递交给媒体和监管局了吗？小姐放心，那块地以前是重度污染的化工厂，苏建国一直伪造环保报告瞒着，现在雷已经全部引爆。好，让债主们入场吧。今晚大家敞开喝，我苏春华买单。就是他，背信开发商拿毒地皮骗钱，还我们血汗钱。苏春华，你涉嫌非法变卖污染用地及巨额商业诈骗，立刻接受调查。大哥，你救我！救你！你背着我偷偷卖掉集团地皮，惹出这么大的事，你让我怎么救你？各位，苏春华私自变卖资产与苏氏集团无关，我已经决议将他踢出董事会，他欠的钱找他自己要。好一个与你无关！苏建国，你以为你干净？你别忘了老爷子的那枚印章，你拿他做了多少假账？闭嘴！他受刺激疯了！来人，马上把他给我塞进车里，送去精神病院。小姐，我已经全部股东权限，把近3年的核心合同全调出来了。您突然要查老爷子的印章，到底发现了什么？苏建国，你胆子真够大的，竟敢伪造爷爷的印章。林叔，这印章是假的，大伯用个伪章，这几年瞒天过海，转走了集团30个亿的资产。什么？这可是重罪！那真正的账本和伪造的证据去哪了？大伯做事滴水不漏，但有一个人一定知道他的死变。明天我去会会我那个好小树。苏建，你还敢来看我笑话？等我出去，我不会放过你！小叔，你恐怕出不去了。我今天来是要通知你一件事。你想说什么？大伯正在整理财务报表，他背地里说伪造老爷子印章、做假账、转移30亿资产的黑锅。既然你已经进来了，就顺便一起背了吧。反正你身上的罪也不差这辈子把牢底坐满。放屁！那是他自己刻的假章，骗我说只是转移点小钱，现在想让我给他当替死鬼，做梦！口说无凭，你拿什么证明是他刻的？李长河，他是财务总监，所有的假账原件和工匠的转账记录全在他手里。他苏建国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林叔，盯死财务总监李长河。苏董那边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咱们连夜就要飞国外，家里的贵重东西都不要了。闭嘴！苏建业进去了，查账的风声已经漏了，再不跑，咱们全家都要进局子吃免费饭。快上车！李总，准备去哪儿发财啊？苏念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被苏董赶出家门的野种，也敢拦我的车？信不信我马上报警告你非法拦车？报警？好啊！林叔集团财务总监利用职务之便包养情妇。
长河，你个畜生！老娘跟着你担惊受怕，你拿钱去外面养狐狸精！我跟你拼了！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？我不光有这个，我还知道你给鬼市工匠老刘打了100万封口费，让他做了一个和苏老爷子一模一样的印章。聂小姐，我错了，我也错了，都是苏建国逼我的，他就要弄死我全家啊！求求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一条生路。想活命可以，把伪造印章的原文件交出来，我要苏建国永不翻身。催！不就是明天到期的3个亿贷款吗？告诉银行，我苏建国还没死呢。苏董，既然集团资金链这么紧，您今天把我们叫来是……现在集团有难，到了你们出力的时候了。把你们手里那点散股以市价的10%卖给我，我拿去抵押套现填补窟窿。10%，苏董您这是明抢啊！这可是我们半辈子身家性命，跌破发行价，我们连老婆本都要赔进去了。这字我们绝对不能签。不签？好啊，只要我放出风声说集团要破产清算，你们手里的股票明天就是一堆废纸。二位，苏董是给你们脸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出了这大门会有什么后果？你们自己掂量。二位，这位就是我说的神秘买家苏念小姐。念小姐，你哪里来这么多钱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大伯开10%，我开市价的2倍，只要签字，资金5分钟内实时到账，你们拿钱走人，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念小姐，您就是活菩萨。苏建国那个畜生想逼死我们，这股份卖给谁都不卖给他。苏建国，你以为你能只手遮天？我偏要在你的饭碗里把肉夹走。不可能！是谁？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敢截胡我要的股份？30亿的窟窿，账户全封了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先生是我，是一直想收购我们苏氏集团那项独家的新能源核心专利吗？你们家50亿，当时老爷子死活不卖，现在我卖，只要10万美金，钱必须明天上午立刻打到我的海外不具名账户里。苏董真是个爽快人哟，这不是靠出卖摄像给林董当傀儡才换来总监位子的苏念吗？就你也配指挥我们？我手握15%的股权，是你的老板，再敢乱废，我把你从窗户扔出去，滚！先生，集团的核心技术专利，我按市值3折卖给你们，只要10万美金，立刻打入我的海外私人账户。苏董真是个聪明人，合同签完，资金5分钟内到账。苏建国，你想抽空集团的血本讨路？做梦！苏建国，你竟然敢私自引进海外资本，是想毁了集团吗？林振廷，你以为扶持个小丫头片子就能架空我？现在集团的核心资产已经全卖了，钱马上到我的账上，你们手里的股份很快就会变成一堆废纸。各位，今天我将宣布一项。苏念，谁允许你进高层会议的？保安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扔我出去？大伯，你是不是还没看你的海外账户余额啊？零，我的钱呢？苏念，你到底做了什么手脚？大伯，跨国转移核心技术是重罪，我只不过好心按下了举报键而已。都给我闭嘴！苏念，你一个来路不明的养女，连苏家的血脉都没有，你凭什么坐在这个位置上指手画脚？就是，你不过是林董推出来的挡箭牌，苏董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你还不滚出去！凭我过去1个月在市场反向做空海外机构，给集团赚了30亿现金流，30亿实打实的净利润，这不可能！现在我不仅代表15%的散户，更是集团最大的债权人和救星。大伯，你挪用公款变卖资产，集团的职位该退了。苏董，这挪用公款可是重罪，为了集团的声誉，要不您还是先退位吧？是啊，苏总监既然给公司赚了30亿，理应由他站在您的职位。退位？让我给一个没血缘的野种让位！苏念，你以为你赢定了吗？你们以为老爷子真的会把集团放心交给一个外人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老爷子临终前亲自在律师见证下签的遗嘱补充协议。苏念，你以为你伪装得很好，今天我就要扒了你的皮！协议明文规定，一旦发现苏念有损害集团利益、涉嫌商业间谍的行为，立刻剥夺其所有股权，扭送法办。老爷子从未立过这种协议，念念即刻送法办。这是你把苏氏集团最新研发的芯片转核心对手换来的黑钱。卖了芯片和命脉，你借着总监的职务之便当商业间谍，那30亿就是你的赃款，你血口喷人，证据呢？没有证据，这就是诽谤。要证据是吧？我成全你。
这是加密汇款单，这是苏念用私人邮箱发送技术代码的 IP 记录，白纸黑字排眼了。苏家了你这么多年，居然要把公司往死里整，报警，必须报警抓他！保安部、法务部全体带人到顶楼会议室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苏念小姐是名正言顺的集团继承人，我看谁敢动她一根汗毛！名正言顺，林老头，你的梦还没醒吗？滚一边去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！就愣着干什么？什么？就先把他的手机、手提电脑全部没收，防止他远程销毁证据。是。念念，苏念啊苏念，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，真以为有点小聪明就能吞下苏氏？在绝对的规则面前，你连个屁都不是！带走。大伯，你确定那份协议上盖的私章是真的吗？死到临头还敢虚张声势，这协议上的盘龙印，整个苏氏谁不认识？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是老爷子的贴身私章，这怎么会在你手里？假的，这绝对是你在地摊上找人雕的反制品！你想拿个假货来翻盘，做梦！真假不是你靠嘴说的。经过微雕暗文比对，苏建国先生提供的协议印章龙眼处缺失特有的防伪断点，而苏念小姐提供的翡翠印章印泥含特制朱砂骨胶，细刻伪造。竟然敢伪造了遗嘱，差点把我们都骗了！太歹毒了！那个师傅明明说天衣无缝。大伯，伪造遗嘱、私刻公章可是要判刑的。谁是苏建国？有人举报你涉嫌私刻公章，误会！警察同志，这是我们苏家的家族内务，我可是苏氏的合法继承人，怎么能叫伪造？这把算盘你一定要收好，老头子肯定把集团核心的信托密钥藏在那把破算盘，绝对不能让他走就走，配合调查而已。诸位媒体，我今天必须要揭露一个丑闻。苏念根本不是我们苏家的血脉，他只是个来历不明的野种。苏董，您的意思是苏念无权继承苏氏？他不仅无权继承1分钱，还在谋夺我们苏家的家产。我在此宣布，将全力抵制这个白眼狼。苏念，请问你一个养女有什么资格霸占苏氏？听说你为了上位，不惜伪造遗嘱陷害亲大伯，你还有别听我就是语，让开！苏念，看到你现在的下场了吗？只要你交出我父亲留下的那把旧算盘，我念在往日情分，还能原谅你；否则，我让你从此走投无路。建国哥，老爷子真在算盘里留下了好东西，给我搜，挖地3尺也要把那把算盘找出来。住手！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！苏念把算盘藏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而且永远也找不到。张律师，立刻向经侦大队报案，就说苏念窃取苏家核心商业机密，涉嫌数额极其巨大的职务侵占，马上批捕他。苏念女士，我们接到10名举报，你涉嫌窃取苏氏集团重大商业机密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这次是精神立案，只要进去了，没有我的谅解书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出来。把算盘交出来。大伯，你知不知道我等你的企划书等了足足1个月？什么意思？李队长，既然已经立案，我作为被告方，正式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并要求经侦大队联合第三方机构，对苏氏集团近10年的所有海外信托基金和私人账目，开启全面彻底的司法审议。你早就在等这一天。法官大人，被告苏念不仅涉嫌窃取商业机密，更是毫无继承权，我方请求立刻将其羁押。今天就是大罗神仙来了，你也得给我把牢底坐穿。被告，你有何辩护意见？法官大人，在此之前，请允许我呈提一份证据。这是爷爷去世前在公证处立下的股权转让公证书，他生前所持的苏氏52%股份全部归我所有。52%？那苏念不就是绝对控股的董事长吗？放屁！你那是伪造的！就知道大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这里面是小叔背地收集的你整整10年来伪造阴阳合同、掏空苏氏空款洗钱海外的完整证据链。这是陷害！老三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居然敢阴我！肃静！经查实，原告苏建国伪造遗嘱、私刻公章、侵占公司巨额资产。我是苏家血脉，本院当庭长子，这都是我的钱！剥夺苏建国一切继承资格，因涉案极其再巨大，即刻移交公安机关。大伯，里面的饭慢点吃。集团52%的股份非苏家血脉唯一的风骨，老头子，你宁愿把基业交给一个没有血缘的外人，也不留给我这个亲儿子，为什么？如果你们一开始就尽到儿女的孝道，诚心照顾爷爷，集团52%的股份必定有你们的一份。苏董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你猜的没错，苏建国虽然倒了，但他提拔的那几个集团副总和董事会的老狐狸正在趁乱作妖，他们正在强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企图趁您接手前转移集团核心项目的资金流。集团必须来一场彻底的大换血，通知保安部封锁集团大厦所有出口，回集团清理门户。大伯一倒，集团里的老狐狸肯定坐不住了。今天我就把你们连根拔起。苏建国进去了，集团现在群龙无首，苏念那个黄毛丫头根本压不住阵脚。就是苏氏基业怎么能交给一个小丫头？我提议由李董代任执行总裁，接管所有核心印章。对，赶紧签字决议，先把财务权拿过来再说。
李董，这个位置你也配坐？滚！苏念，你别太嚣张！我们在座的哪个不是跟着老爷子打天下的功臣？你手里那点散户股份算什么？没错，现在把你的股份交出来，我们还能留你几分体面。就是。你们配吗？你拿个破算盘出来干什么？想给我们算账吗？真是笑掉大牙了！笑够了吗？接下来该我了。那你们就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到底有没有资格。52的股份，绝对控股权，最高1票否决，这不可能！老董事长居然把集团命脉全交给了你，这才是爷爷留给我的刀。李董、王总，你们利用职务之便掏空公司的烂账，我已经全部移报警方。从现在起，你们被开除了。保安，把人赶出去！苏董，饶了我！凡是参与过苏建国私吞公款转移资产的人，今天之内自己滚去财务部结账。等我查到你们头上，就不是离职那么简单了。从今天起，苏氏集团要扫清那些蛀虫留下的所有弊变。苏董，爷爷，你留下的那把旧算盘，我找人修好了。苏家的内鬼清了，烂账平了。你信里说我是苏家唯一的风骨，这句话我收下了。从今往后，苏家我来扛。